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最近我们频道的视频更新速度，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疯狂了啊！虽然这期内容还没有开始，我先要一个点赞，不过分吧？估计这个时候弹幕飞的是下次一定啊！感谢三连啊 ！OK， 这期视频呢，我们要跟大家做魅族18全系视频的一个补充。买2手机上小白优品 APP，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尖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魅族系列虽然说是一个小厂啊，但是片子一上线之后啊，好像是1天多吧，就有200-300万的这个播放量，私信和评论也是数千条，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汇总了一下啊，其实大家呢比较关注的就是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小白，这次魅族的定价比预想的要高，你怎么看？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次魅族18系列最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看了价格之后呢，都打出了收官之作。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前提啊，就是我们只是在中肯的讨论这件事情，并不带任何的倾向性，没有给它洗地啊，或者说要故意落井下石啊。首先就是这次的价格呢，比我预想的确实要高，因为当时呢，我预判这个18呢4100左右这个价格，比如说4199啊，而这个 Pro 版呢更是达到了5000-6000的这个档位段。但是啊，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目前魅族它的这个体量勉强实现了盈利，但是它的处境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是不容乐观的，已经不太被允许玩性价比了。因为就它这个出货量，在上游的这个溢价能力，在整个上下游产业链之中的这个地位，已经不可能比大厂拿到更便宜的这个配件，因为你量越大，这个价格越低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然，针对于用户来说，我不管这个是吧？低了我就买，高了我就不买。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这次舆论这么强烈呢？就是因为魅族它经历了由小众品牌这个精致打磨的这个品牌，到性价比品牌，再到小众精致品牌的一个转变。因为在这波用户18发布之前啊，甚至17之前啊，这个机海战术啊，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是吧？一月一见红，每个月都开发布会，性价比也非常高。品牌长期处在这个时间段呢，就会培养它的用户，就会让它的用户觉得，哎呀，魅族也是一个性价比品牌，强线上的一个品牌。但是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开始走精致路线、走精品路线、走小众路线的时候，它的用户自然就受不了了啊！你是不是抛弃了我？你竟然敢卖这么贵？所以这次负面舆论才会这么大。还有就是有一小部分这个极端用户啊，他这个强行的来去看这个配置，就是完完全全的列这个参数做这个对比，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针对于魅族这种品牌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去买衣服的时候，你不可能是根据原材料的价格来去判断这个衣服的一个性价比是怎么样的，你不会这样对吧？你的女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再去买一些护肤品、化妆品的时候，他不可能根据原材料来去算。还有房子之类的，都是同样一个道理。不同的产品都有自己的受众，这个 K40 也好，小米11也好，包括魅族18也好。再举个例子，跟魅族18同天发布的，其实还有一台机器，可能线上的用户基友们不太关注啊，就是 vivo 的 S9，那台机器最便宜的版本卖2999。天玑1100的处理器，机器也非常精薄，其实在参数上来讲的话并不突出，那买它的都是傻子吗？对吧？它面对的就是那一群喜欢自拍的、喜欢这个手机轻薄颜值的女性用户，每个不同的品牌都有自己的用户，而且呢，一个成熟的、健康的一个整个市场来说，它需要这种特立独行的小众厂商。为什么？因为小众厂商才格外的有危机感，他才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组合打法，不管是价格高也好，还是价格低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各种各样的新配置也好，他才去努力的做这个市场的鲶鱼，产生鲶鱼效应。当然，你觉得它性价比低、收官之作，你不买啊就可以了。你买这个 K40啊，或者说小米之一啊，或者说性价比高的都行。大家直接用你的这个真金白银来去投票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就小白测评数据库显示，魅族17 Pro 的续航表现非常好，但是看你的测评视频18系列却很拉胯，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原因啊，我们归结了一下，分为3点。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系统。因为我们在去测试的时候呢，这个是刚刚更新的 Flyme 9啊，它是第1个版本，有一些不稳定啊，或者说耗电有一些小小的异常啊，其实是正常现象啊。任何一个系统在刚更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它的续航表现呢要差一些，但是啊，也确实差的有点多啊，甚至有一些数据都垫底了啊。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整个这套手机它追求的是一个轻薄的路线，160几克，它追求轻薄，那么就势必在内部压缩空间是比较多的，散热是非常需要空间的，你机器一热烧电就会变得更快，数据就不好了。第3个原因就是散热堆料。
这次整个系列也是为了这个轻薄的原因，散热堆料方面并没有做的特别的足，这3个原因导致它的数据并不是特别的好。后期推送稳定版之后，我们还会复测，大家关注我们的数据库啊，到时候我们会更新的啊。第3个问题，很喜欢 Flyme 的系统啊，9的实际体验怎么样呢？视频中聊的并不是太多啊。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全面测评之中呢，算是一个全面的概括，因为这次 Flyme 9啊，除了一些界面啊这个动画上的这个改变之外呢，它底层的革新并不是特别的大。这次的主要更新呢，就2大方面，第一个就是去广告，第2个就是强调这个隐私，增加了很多权限。你在使用这款手机的时候，还是非常熟悉的 Flyme 那个感觉，给你带来影响的。我们工作室也有2、3个小伙伴在用这个 Flyme 的系统啊，就是长期在用的那种，就是去广告，真的让这个系统变得特别的清爽。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它这次涨价的一个原因吧，它放弃了整个系统的这个盈利。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说了，这个可以手动关闭啊，但是你要知道，大多数用户都不会手动关闭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关注我们频道的人可能机友比较多，你知我知，对吧？每台手机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出货量，所以说这是厂商重要的一个盈利点。魅族把这个去掉了，所以说它的盈利肯定会减少，也是涨价的一个原因吧。第4个是魅族18和小米11怎么选啊？想用的长久，同价位该怎么选择呢？单从性价比这3个字角度来强调的话，大家肯定更倾向于比如说小米11啊，或者说 K40 Pro 啊。我觉得这2台手机还是最重要的，你选择的是一个生态。这个其实在聊这个苹果和华为选择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因为小米的话呢，它不单单是一台手机，它有比如说米家呀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硬件啊，这个联动体验会非常的好。而魅族的话呢，比较小众，就单个一个手机，然后系统没有广告，系统比较清爽，然后各个方面呢打磨的也比较精致，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形态，这个就看自己的选择，两边都有各自的这个优势。18小众极客一些，更加轻薄；11呢性价比肯定是无敌的，但是在整机的这个质感上来说啊，魅族的这个，尤其是这个18，确实要比这个小米还有就是红米的质感做的要好一些，当然它价格要更高一些啊。最后一个问题，18和 Pro， 小白你觉得哪个更值得购买呢？其实，在视频里边啊，我说的是18，因为我个人啊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轻薄的这个手机。但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价格，到4400、4500了啊，确实要贵了一些了。相对来说呢，我更加推荐的还是 Pro 了，因为18在4000元这个档位段的这个用户啊，还是比较强调性价比的。就是我希望用这个价位段买到一个非常顶级旗舰的一个配置。那么针对这个价位段的大多数用户来说，18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在这个价位段我可以买到配置比它高的、更接近于顶级旗舰的这个手机。所以相对来讲，18 Pro 就等于放飞自我那种感觉了，这个受众用户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有点偏向于魅族最之前的那波粉丝，或者说那波用户，就是有点特立独行，是吧？不从众。虽然没有生态，但是这个机器呢，我打磨得非常好，这个系统呢体验也非常清爽，配置方面呢也非常旗舰，非常顶级。但是唯一我觉得针对于18 Pro 来说有点遗憾的地方，就是这个设计方面太三星了，没有一些魅族自己的这个特点。如果要是做出一个自己的特点，那么就更好了，因为只有你与众不同了，你整个品牌的气质与众不同了，用户才愿意为这个溢价来买单。我觉得魅族如果要走这个小众极客的这个路线的话，改设计是必不可免的啊。OK， 这个其他的关键数据啊，其他的一些日常体验呢，其实我们在前面那期深测里边已经全部都聊完了，你可以这2期视频结合看一下。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在全网搜索小白测评都可以。不过这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我想想下期是哪个啊 ？ROG 或者Find X3。